他是个奴隶，却可以住在豪宅，每天从清晨的美梦中醒来。在这个奴隶时代，就连小孩也难逃生活的毒打。他却可以泰然自若地弹奏着只有上流社会才能消费的钢琴。凯瑟琳是贵族夫人安娜的养女，在夫人儿子参军的日子里，她极大地填补了夫人心中的空白。与凯瑟琳不同的是，娜塔莉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贵族千金。初次见到凯瑟琳时，她邀请凯瑟琳去花园散步，却被凯瑟琳拒绝了。凯瑟琳面露难色，表示自己还得回厨房。晚上两人又共同演奏了一曲，娜塔莉感叹于凯瑟琳的才华，又邀请她去自己家里做客，同样遭到了拒绝。娜塔莉很不理解，追问之下，才从夫人口中得知了她是奴隶身份。作为贵族养女的凯瑟琳，她的生活却没有想象中的自由。一名女仆羡慕地看着凯瑟琳的表演，却被胖婶抓到一边。Все равно девка невольная. Пан такой замуж не возьмет, а сама за второго хлопца не пойдет. 凯瑟琳的生活就像蒲公英，看似自由美好，实则身不由己。尽管夫人将她看作是自己的女儿，对她的才能引以为傲，却从没引来养父彼得的丝毫喜爱。Катька, шла на кухню. 养父甚至斥责养母不该教育她，表示她只是一个奴隶，自己以后都不想在餐桌上看见她，她应该回到她的奴隶堆。这些都被门外的凯瑟琳听得一清二楚。这天，夫人终于收到了儿子的来信，得知儿子尚在人世，她喜极而泣。凯瑟琳也由衷地为他感到开心，她把这个好消息和胖婶分享，胖婶却告诉她这并不值得高兴，她的儿子就如父亲一样是个不折不扣的混蛋。载誉而归的儿子走进家门，细心的母亲注意到他一瘸一拐的左腿，关切地向他询问腿伤，思绪将他带回那个炮火纷飞的战场，从悲伤的情绪中抽离出来。多年征战未归的他逛到厨房，却正好碰到了凯瑟琳。凯瑟琳回头的瞬间，格里莎知道眼前的这个女孩如暴雨一般让人躲闪不及地闯入了自己的生活。这时正好胖婶走进厨房，冲散了空气中弥漫的暧昧。凯瑟琳刚从闺蜜家出门驾车回家，天空中就下起了暴雨。然而祸不单行，车轮不争气地卡在了洼地，马也在这时受惊了。一位身穿军装骑着白马的男人来到她身边，借了他的披风蒙住了马的眼睛。夜色朦胧中，两人却仿佛看到了会发光的彼此。不久暴雨停歇，阿列克谢为凯瑟琳修好了马车，凯瑟琳轻轻地为阿列克谢整理头发，两人在依依不舍的氛围中分道扬镳。阿列克谢赶到晚会，台上是自己暗恋多年的奈塔莉，台下是暗恋自己多年的莉迪亚。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他要为自己青葱岁月懵懂的三角恋画上一个圆满的问号，因为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真爱凯瑟琳。另一边，刚到家的凯瑟琳也告诉胖婶自己已经坠入爱河，但得知对方是贵族之后，胖婶却一盆冷水朝他浇来。Даже если он тебя полюбит, не будет у вас судьбы счастливой. Не судьба. 这一晚，凯瑟琳想起两人的身份差异，辗转难眠。同样失眠的还有阿列克谢，两人相遇的下雨天和一起躲雨的屋檐再次浮现在眼前。第二天，凯瑟琳骑马再次来到了昨晚的磨坊，仿佛冥冥之中有天意的指引。阿列克谢也在这时骑马来到了这里，两人相视一笑，互诉衷肠。第一次约会就在这不期而遇的草地上，两人脸上洋溢着初恋的幸福。分别时刻，凯瑟琳问及对方的名字，男人告诉她自己叫阿列克谢。凯瑟琳的脸瞬间阴沉下来，因为这就是一直给闺蜜写情书的男人。然而她却不知道，昨晚阿列克谢已经告诉了奈塔莉自己爱上了凯瑟琳，同时还得到了奈塔莉的祝福。凯瑟琳刚回到家，就被一位军官盯上了。军官从另一名仆人口中得知了他的身份，听闻这名战友来到了自己家，格里莎仿佛如临大敌，掏出100块想把他打发走。原来格里莎在战场是个逃兵，为了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战斗英雄来获得荣誉勋章，他想到了一个馊主意，他在自己腿上开了一枪。然而这些都被战友看在眼里，战友以此威胁他。而这次他想要的却是对面走来的那个女仆凯瑟琳。凯瑟琳向格里莎投来求救的目光，也没能阻止男人，最后还让女人弯下身子。格里莎再也无法忍受这个比自己还禽兽的战友了，他告诉战友，这是自己母亲最爱的养女，不是玩具，不可能卖的。随即愤怒地把凯瑟琳赶走。格里莎不想再跟这个无赖纠缠下去，拿出父亲买给自己的名表，让他赶紧滚蛋。终于打发了这个瘟神。格里莎抬头望去，躲在房间的凯瑟琳默默地看着这一切。凯瑟琳刚想下楼，却被格里莎堵在楼梯口，花言巧语告诉她自己永远也不会让人把她从自己身边买走。凯瑟琳对格里莎刚刚的挺身而出表示感谢，但是胖婶正在等自己，两人要去乡下看望胖婶的母亲，格里莎却不依不饶。凯瑟琳只能赶紧溜走，愤怒的格里莎却在心里酝酿着一个计划。她让管家把凯瑟琳留下，让胖婶独自回乡下探亲。失去了出门见阿列克谢的机会，凯瑟琳只有独自弹琴来缓解心中的苦闷。格里莎带着家人约上奈塔莉去剧院看戏，中途自己却独自偷偷溜回家。格里莎推开凯瑟琳的房门，凯瑟琳慌忙跑下楼躲了起来。格里莎步步逼近，凯瑟琳慌忙躲进了旁边的库房。格里莎禽兽一般冲进来捂住凯瑟琳的嘴巴。人间清醒的胖婶回到庄园，第一件事就是询问伙计们少爷回来了没有。
得到肯定的回答，他瞬间感觉大事不妙，冲到仓库打断了格里莎的寿星。凯瑟琳也趁机逃走。愤怒的格里莎表示自己要活剥了胖婶的皮，胖婶却问他沙包大的拳头见过没有。显然，一个仆人是无法对格里莎构成威胁的。凯瑟琳正在为娜塔莉悠扬的歌声伴奏，死性不改的格里莎又摸到了自己身边，手指时而游离在自己腰间，时而又摸向自己的双手。傻白甜的娜塔莉还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切，深陷眼前的瘸子无法自拔，但却被现实一次次泼冷水。格里莎看到窗后的凯瑟琳注视着自己，故意抱起娜塔莉一阵强吻。第二天，一车的鲜花就出现在了门前。娜塔莉望着眼前的一切，似乎有些不敢相信，这正是格里莎送过来的。格里莎也告诉父母自己要向娜塔莉求婚，母亲无比激动。然而父亲却直说他是个流氓。格里莎脸色阴沉下来，父亲却早已看穿儿子无非是觊觎对方世家豪门的丰厚财产。另一边，阿列克谢依旧每天在初次相遇的磨坊等着凯瑟琳。又是一个失望的夜晚，回到家正好碰到了莉迪亚来找自己的母亲。这些年全靠莉迪亚的资助才能解决债务危机，维持家族生意的运作。莉迪亚虽然在上次聚会被阿列克谢发了好人卡，他仍然没有放弃，但是阿列克谢冷淡的态度明显是对自己下了逐客令。识趣的莉迪亚只好悻悻地离开。这天，阿列克谢也终于在老地方等来了凯瑟琳，但是刚见面凯瑟琳就急着要离开，而且直到现在凯瑟琳也没有告诉过自己她的名字。疑问困惑着阿列克谢，他厌倦了这漫长而没有结果的等待。凯瑟琳告诉他，只需要再等一天，他就会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回到家的凯瑟琳和胖婶说了自己今天又见到了阿列克谢，他想将这件事告诉养母，希望可以还自己自由，这样就能和阿列克谢在一起了。但是这件事必须只能先告诉夫人，不能让父子俩先知道。刚好被门外的仆人黑妹听到，他马上将这件事告诉了格里莎。事情传到老爷的耳朵里，老爷表示自己养育了他18年，过着贵族都无法企及的精致生活，他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永远都别想自由。养母也表示这么多年都当她是亲生女儿一样看待，自己也不允许她离开。凯瑟琳声泪俱下告诉阿列克谢自己是奴隶的身份，阿列克谢一脸错愕地望向远方，一言不发。凯瑟琳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祈求他的原谅，他知道这是一份不对等的爱，也并不奢望自己可以永远和阿列克谢在一起。他感谢这段时间对方给了自己爱与被爱的感觉。自惭形秽的他想要赶紧离开。让他意料之外的是，阿列克谢表示自己第一眼看到他就爱上了他，这无关阶级，无论他是贵族还是奴隶，都是自己一生的目标。说完，单膝下跪，正式向凯瑟琳求婚。阿列克谢带凯瑟琳来到老爷面前，告诉他这一消息。老爷表示凯瑟琳是一件昂贵的玩具，同时也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当即开价4800卢布。对于负债累累的贵族而言，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阿列克谢没有丝毫犹豫，当即签订了协议。尽管养母对于丈夫卖女儿的行为极为不满，但是没有话语权的她也无可奈何。此时莉迪亚也从仆人口中得知了这一消息。单恋阿列克谢多年的莉迪亚完全不敢相信，追老娘的人从这里排到了法国，她居然去泡一个奴隶。阿列克谢态度坚决，母亲也拿他没有办法，决定见一面这个儿媳。凯瑟琳刚见到准婆婆就紧张地晕了过去，再次苏醒时看到眼前和蔼的准婆婆，紧绷的神经也放松了许多。饭桌上，母亲还调侃自己当年见婆婆时比她还要紧张。和谐的氛围仿佛早已认定眼前的女孩成为了自己的儿媳。回到现实的母女俩又不得不面对这天价的赎款。莉迪亚的邀约仿佛救命稻草一样，给了阿列克谢一丝希望。他拿出4800卢布，表示自己会帮他赎出凯瑟琳。阿列克谢承诺自己会尽快还给他。然而莉迪亚的话却把我的三观震得粉碎。这笔钱不需要还，他也可以和凯瑟琳在一起，但前提是阿列克谢必须要娶自己，这些钱就当是自己的嫁妆。结婚后不介意凯瑟琳成为阿列克谢的情妇。面对如此荒唐的提议，阿列克谢果断地选择了拒绝。一筹莫展的他找到商人，答应低价将庄园里的甜菜卖给商人，但是希望可以从那里先拿到预付款，秋收之后再交付甜菜。商人当场就表示拒绝。无奈的阿列克谢拿出凯瑟琳的照片，给商人讲述自己爱上了一个奴隶，这些钱是来帮他赎身的。商人被触动，答应了他。另一边，再次被发好人卡的莉迪亚找到了夫人，本着得不到就毁掉的原则，他反咬一口说阿列克谢是个伪君子，他已经和自己有婚约，买凯瑟琳回去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兽欲。爱女心切的夫人丝毫没有怀疑莉迪亚的话。此时顺利拿到赎金的阿列克谢找到老爷，双方就快签完协议时，夫人冲进来打断了两人，表示凯瑟琳不卖了，并让阿列克谢再也不要来找他。贵族小姐娜塔莉终于如愿嫁给心心念念的瘸子了，一袭白色婚纱宛若洁白的月光包裹着平静的湖面，今天的她美得不像话。格里莎接过娜塔莉的手，在一众宾客的簇拥中，迎着漫天的花雨缓缓步入礼堂。两人在神父的见证下完成了圣洁的仪式。然而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今天的婚礼即将变成葬礼。老爷竟公然将自己的情妇带到了婚礼现场。一段精彩的表演过后，掌声中夹杂着嗤之以鼻的议论。夫人看到台上的女人气急攻心之下，竟然当场猝死。此时另一对相爱的人正在私奔的路上。凯瑟琳望向那个养育自己18年的家乡，有些恋恋不舍，一切都好像没有改变。然而一切变化都来得猝不及防。
娜塔莉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错，自己是个灾星。她刚嫁进来就发生这种事，得知凯瑟琳跟阿列克谢私奔的消息，格里莎当即就决定要去把她抓回来。作为母亲最爱的养女，此刻必须让她陪在母亲身边。娜塔莉的祈求也没能挽回她。格里莎冲进阿列克谢家中，质问母亲她的儿子把凯瑟琳拐去了哪里。母亲毫不知情地以为儿子只是去外地工作，最终在家中找到一封信，得知两人正去往基辅。此时经过长途跋涉的两人在基辅一家教堂举行了简单的仪式，两个相爱的人终于走到了一起。然而教堂外等待他们的却是宪兵队的逮捕。阿列克谢以拐带私有财产的罪名被捕入狱。回去的路上，格里莎告诉凯瑟琳，母亲因为得知她逃跑活活被气死。得知养母去世的消息，凯瑟琳的眼泪如开闸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回到家，凯瑟琳不可避免的要接受惩罚。然而此时不忍心的格里莎却喊停了管家。台下吃瓜的黑妹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就被莫名其妙的绑到柱子上。格里莎把所有的气愤都发泄在黑妹身上，真是人在台下站，锅从天上来。胖婶得知凯瑟琳被关在地窖，心疼地为她送来食物。凯瑟琳却正为自己气死养母无比自责，胖婶却告诉了她实情，养母的死和她没有关系。看着凯瑟琳被折磨得不成人样，胖婶找到新的女主人奈塔莉，祈求她可以放出凯瑟琳。人美心善的奈塔莉没有犹豫，她以女主人的身份命令仆人放了凯瑟琳，却不巧刚好碰到格里莎回来阻止了这一切。贵族少爷因为拐带奴隶女孩被捕入狱了，然而入狱的当天发现狱友竟然是格里莎那个熟悉的混蛋战友，因为他一眼就认出了那个怀表上格里莎家族的徽章。一番交流之后，才发现阿列克谢和格里莎苦大仇深。这天混蛋战友又来敲诈格里莎了，他让格里莎想办法把自己从监狱中捞出去，而格里莎却塞给他几百块，让他哪凉快哪待着去。战友被激怒了，他直接把格里莎的丑事全部都给了阿列克谢。格里莎在战场上是个逃兵，贪生怕死的他为了获得荣誉勋章，自己朝腿上开了一枪。娜塔莉的弟弟卷毛为阿列克谢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在母亲的苦苦哀求之下，老爷也终于对以往的事不再追究，可以放他出狱。但是他拐走自己的女仆是事实，必须当众向老爷道歉。阿列克谢假意答应，其实他是想当众揭露格里莎丑陋的嘴脸。出狱这天，阿列克谢赶到格里莎家里，当着众人的面拆穿了这位战斗英雄的真面目。格里莎勉强挤出笑容掩饰自己的心虚，尽管格里莎极力解释，但是空穴不来风，众人脸上的表情显然已经有所怀疑。为了维护自己和家族的名誉，当晚他偷偷写信给阿列克谢，约他在老磨坊见面，希望阿列克谢可以承认白天对自己的指控是诽谤，然后公开道歉。作为回报，自己可以还卡瑟琳自由，两人可以远走高飞。然而阿列克谢却把荣誉看得比爱情更重要，一根筋的他果断地选择了拒绝，转身就要离开。格里莎再也沉不住气了，这个油盐不进的人明显就是要逼死自己。格里莎威胁阿列克谢，如果他不同意，自己将会继续虐待凯瑟琳。上头的阿列克谢直接扑向格里莎，让他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行。两人迅速扭打在一起，阿列克谢狠狠掐住格里莎的脖子，格里莎假装答应。正当阿列克谢放松警惕时，格里莎掏出提前准备好的枪。他走到儿子的尸体前做最后的道别。卷毛告诉他阿列克谢是自杀的，母亲不相信儿子会做出这种事，卷毛也不相信。两人从小玩到大，他太了解阿列克谢，遗言这么重要的事情他是不会用铅笔写的。然而现在宪兵也没发现其他证据证明是他杀，也只好作罢。另一边，在地窖中已经关了10天的凯瑟琳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她神志越来越不清醒，梦里经常会看到阿列克谢满身是血的来找她。胖婶只好把她先带出地窖。此时阿列克谢自杀的事情已经传开了，担心凯瑟琳精神再出现问题，大家商量先不要告诉她这件事，因为上次帮她背锅而怀恨在心的黑妹偷偷溜进凯瑟琳的房间，她将这件事告诉了凯瑟琳。凯瑟琳发疯一样冲出来扑在胖婶怀里，无论她是否接受，这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事实。阿列克谢是她坠下悬崖时遇见的最美的风景，然而却无法改变她下坠的命运。娜塔莉一袭黑衣神色庄严地走进莉迪亚的房间，消息传到莉迪亚的耳朵里，她极力地压制住内心的翻江倒海，思绪将她带回10年前的那个夜晚。那个如彩虹一般绚烂的人就这样冒冒失失地闯进了自己的世界。单恋10年的她从没想过要放弃，但是这次她只有放弃了。安慰的话此刻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崩溃的情绪在这一刻爆发。她发疯一样拿起剪刀挥向仆人，直到仆人遍体鳞伤。母亲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来找神父，神父却不愿意为自杀的人做最后的洗礼。送殡的队伍也只有寥寥几人。看到阿列克谢母亲在坟前痛苦，躲在远处的凯瑟琳冲过来，跪在母亲面前祈求着原谅。母亲表示儿子的死和她没有关系。凯瑟琳在阿列克谢坟前久久不肯离去，莉迪亚却折返回来，给了她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儿子的婚礼上，母亲被这个小贱人活活气死了，父亲居然转头就把小贱人娶进了门。更过分的是，这个老头居然还要把养女拍卖掉。格里莎怒不可遏，大骂父亲不要脸。母亲尸骨未寒，
他居然就要娶杀母凶手。父亲让他注意自己的言辞，现在他就是你的新妈妈。这边格里莎急得跳脚，那边老头子却玩得不亦乐乎。Я не стану без вас трапезничать. Неужто вы хотите, чтобы я помер с голоду? 格里莎和娜塔莉计划着明天就找公证人来宣读母亲的遗嘱。房子是母亲当年的嫁妆，所有的财产都是母亲家的，自己是唯一继承人，让这个老头净身出户。然而公证人宣读完遗嘱，才发现母亲竟然只留给了儿子这栋房子，三角琴留给了凯瑟琳，其余的全部捐给了希望工程。此时的凯瑟琳在胖婶老母亲家里遇到了自己素未谋面的父亲，终于揭开了自己的身世之谜。原来当年的老爷对母亲起了色心，被父亲狠狠地揍了一顿，因此父亲被送到西伯利亚服刑，这一去就是18年。母亲也因为难产大出血死了，养母看自己可怜就收留了自己，把自己当成女儿抚养长大。格里莎在报纸上无意间看到父亲居然要把凯瑟琳卖掉，她质问父亲，表示凯瑟琳也属于母亲的遗产不能卖，父亲却表示她是自己的奴隶，如果你想要，就在今天的拍卖会上出个好价钱。然而跟父亲闹掰的格里莎现在口袋比脸还要干净，狗急跳墙的她直接把房子以3000卢布每年的价格抵押了出去。凯瑟琳回到家后找到老爷，她想把养母留给自己的三角琴卖了，然后买下自己，老爷却说他会把自己卖个更好的价钱，三角琴完全不够。拍卖的时间到了，受过高等教育拥有贵族气质的仆人凯瑟琳成了抢手货，一首云雀更是让众人听得如痴如醉。很快拍卖价格来到了2800，格里莎咬牙喊出了2900。然而好心的贵族夫妇想收养好友安娜的遗孤，出价3000，凯瑟琳开心的哭了。格里莎却慌了，她再也出不起比这更高的价格。另一边，自从阿列克谢死后，莉迪亚就变得疯疯癫癫。她也在报纸上看到了拍卖凯瑟琳的消息，她瞬间来了精神。此刻正在快马加鞭赶来的路上，正当大家以为一切尘埃落定时，她推开了大门，她直接出价1万块，惊呆了众人。他将一袋金条扔到桌上，格里莎急了，他把父亲拉到一边，放下所有尊严，哀求父亲，表示自己可以放弃房子的继承权，父亲也可以把情妇娶进门，只要他留下凯瑟琳。然而父亲却一脸得意，直接宣布交易成交，凯瑟琳就这样被卖给了莉迪亚。阿列克谢的死早已让莉迪亚对凯瑟琳怀恨在心，他让凯瑟琳脱下鞋，并让人把她绑在车后面跟着车队，足足15俄里的路程，让凯瑟琳的双脚磨出了血。看着凯瑟琳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围观的人们纷纷投来同情的目光。然而莉迪亚却当众割掉了凯瑟琳的头发，这一切却仅仅只是噩梦的开始。她开心的时候打，不开心的时候狠狠打。你他妈就知道干活！今天莉迪亚一反常态，她把凯瑟琳带到自己的房间，友好的态度让凯瑟琳有点不知所措。她让凯瑟琳讲述和阿列克谢相恋的过程，凯瑟琳却表示你可以在肉体上折磨我，但是我要在精神上打败你。听着他们幸福的过往，莉迪亚嫉妒之情油然而生，她觉得凯瑟琳偷走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幸福。但是现在她输了，阿列克谢已经是自己的丈夫了。她向凯瑟琳炫耀着自己和阿列克谢的画像，愤怒的凯瑟琳拿起2人的画像扔进了壁炉。莉迪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她望着烧毁的画像，一阵歇斯底里之后，她拿起炉钩疯狂地发泄着心中的怒火，直到凯瑟琳被打得不省人事。沉重的打击让莉迪亚精神再次失常。娜塔莉得知凯瑟琳的遭遇，她找到莉迪亚，天真的她想让莉迪亚放凯瑟琳自由，好说歹说莉迪亚也不同意，并且直接送客。娜塔莉只好求助父亲，父亲架不住女儿的软磨硬泡，答应了下来。然而却被老爷阻止了，表示凯瑟琳是红颜祸水，再买回来只会影响夫妻感情。父亲也只好作罢。自从阿列克谢死后，莉迪亚再也没有给家里提供资助，生意上的事母亲又一窍不通，正为家里的开支一筹莫展时，母亲收到了莉迪亚的邀约。莉迪亚把阿列克谢的死全都归咎于凯瑟琳，本以为母亲会同仇敌忾，然而当母亲看到凯瑟琳被莉迪亚折磨得不成人样时，心中心疼万分，当即就决定要把她从这里带走。莉迪亚翻脸了，大骂母亲忘恩负义，而且让她把这些年自己的钱全部还给自己。面对这个逐渐疯狂的女人，母亲也没了办法，她将这件事告诉了卷毛。她也不敢相信这个和自己从小玩到大的女孩会变成这样。她找到莉迪亚，希望出双倍的价钱买下凯瑟琳，同样遭到了拒绝。回去的路上，她看到了正在麦田里做苦役的凯瑟琳，帮她想了个办法，让她写诉讼信给贵族委员会投诉莉迪亚。但是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必须把所有奴隶号召起来。没想到在凯瑟琳的带领下，不堪受辱的奴隶们纷纷响应起来，一场奴隶运动即将爆发。莉迪亚回到庄园，和奴隶们一起沉浸在丰收节的喜悦之中，丝毫没发现暗流涌动的杀机。小奴隶跑过来告诉凯瑟琳的父亲自己女儿被活埋的消息，愤怒的父亲找到刽子手一刀了结了他。莉迪亚发现氛围越来越不对劲，迅速跑进自己的豪宅里，抱着自己最珍贵的画像躲了起来。莉迪亚的残暴让奴隶们忍无可忍，他们迅速在豪宅外集结，准备一把火直接烧死他。很快大火已经蔓延了整个庄园，莉迪亚就这样被活活烧死了。格里莎庄园内同样发生了暴动，
繁重的劳役和高额的赋税让奴隶们群情激愤，他们直接把管家先绑了。格里莎慌了，她让胖婶赶紧带娜塔莉躲进房里，娜塔莉只能在房间里为丈夫祈祷。胖婶担心娜塔莉的安全，把门口堵得严严实实。格里莎巧舌如簧，把一切都推到管家身上，表示是管家私自增加赋税，自己将会严惩管家，同时把大家的苦役从每周6天减到3天，这才暂时平息这场暴动。凯瑟琳被活埋的消息传到胖婶耳朵里，胖婶忍不住的嚎啕大哭，引起了格里莎的注意。格里莎当晚就告诉娜塔莉自己要外出谈生意，实则偷偷溜到了凯瑟琳的坟墓。她不相信这个女人就这样死了，不死心的她直接刨开了凯瑟琳的坟，掘地3尺也没看到尸体。此刻她在熟悉的老磨坊中醒来，原来濒死之际的凯瑟琳依然在为莉迪亚和活埋自己的管家祈祷，希望上帝可以饶恕他们的罪过。被感动的管家动了恻隐之心，趁着莉迪亚走远，偷偷将凯瑟琳救了出来。不知情的父亲却直接送他领了盒饭，来不及为他祈祷，凯瑟琳就想马上离开这个伤心地，因为这个磨坊正是阿列克谢自杀的地方。老农奴却告诉他，阿列克谢不是自杀的，因为当天他正好在远处听到了磨坊里激烈的争吵声，随后便传来了2声枪响。天亮了，宪兵们正在大肆搜捕利迪亚庄园暴动的农奴。此刻猎犬已经循着气味找到了磨坊，凯瑟琳爬上阁楼，躲在草堆的一名农奴当场被抓。宪兵刚想上阁楼继续查看时，梯子却坏了，凯瑟琳因此逃过一劫。他找到卷毛，此时已经没有人知道凯瑟琳还活着，他想趁此机会重新开始全新的生活。经过1天的逃亡，洗完澡的凯瑟琳已是精疲力竭，她在沙发上沉沉睡去。此时父亲刚好进门，看着沙发上的女人，以为儿子把风尘女带回了家里。卷毛解释这是阿列克谢的妻子，两人商量把她送到更远的基辅避难。自从莉迪亚被仆人烧死后，娜塔莉越来越不信任自己的仆人们，她把照顾自己的女仆都赶走，只留下最信任的胖婶照顾自己。而格里莎却天天忙着打听凯瑟琳的消息，她花钱买通了宪兵队长，让他偷偷帮忙四处打听凯瑟琳的消息。他表面上安抚娜塔莉，实际上觉得她神神叨叨惹人烦，当即就把她送回了娘家。此时娜塔莉刚好来找弟弟卷毛，害怕泄露凯瑟琳的行踪，卷毛只好找个理由将姐姐赶走。卷毛快速帮凯瑟琳准备好路费和一封推荐信，让她去基辅做家庭教师。经过长途跋涉，凯瑟琳又来到了基辅这个熟悉的地方。然而过度的劳累让她晕倒在了街上，再次醒来时却发现自己已经在窑子里了。凯瑟琳从昏迷中苏醒，救她的是眼前这位风尘女。丽娜曾是格里莎家中的女仆，一眼就认出了凯瑟琳。刚清醒过来的凯瑟琳还没说2句话，就虚弱的又晕了过去。这时老板娘来找丽娜，她谨慎的锁好门，鬼祟的行为引起了老板娘的怀疑。她走进房间一看，房间居然还躺着一个人。她偷偷拿走凯瑟琳的推荐信和钱。这时丽娜走进来，从她口中她得知了凯瑟琳是贵族家的养女，看她有几分姿色，当即决定把她留下来。在丽娜的精心照顾下，凯瑟琳终于醒了过来。老板娘找来医生帮姑娘们检查身体，很庆幸凯瑟琳只是得了流感。然而不幸的是，丽娜却感染了梅毒。得知这个消息，丽娜苦苦哀求老板娘能将自己留下来，自己可以干一切杂活。心软的老板娘安排她去杂物间隔离，直到把病治好。丽娜感激万分，老板娘也从丽娜口中得知了凯瑟琳是个寡妇，瞬间乐开了花。她告诉凯瑟琳，她的护照和钱都在她晕倒的时候被人偷走了，而且现在又患上流感，让她先留下来。另一边，老板娘却在联系法国富商，想卖出她的第一次。富商在门外猥琐地偷窥凯瑟琳换衣服，当即满意的下了定金。身体有所恢复的凯瑟琳找到老板娘向她辞行，老板娘却说，你在这里每天无论看病吃药还是住宿都在花钱，等还完自己的钱才能离开。这天窑子里来了个恶棍，他趁着老板娘不在，偷偷溜了进来。姑娘们如临大敌，恶棍像在菜市场挑白菜一样，让姑娘们站成一排。毫不知情的凯瑟琳也刚好走了出来，这个新鲜面孔一下就吸引了恶棍的注意。幸好丽娜跑出来帮他解围，她谎称凯瑟琳得了传染病，让恶棍失去了兴致。老板娘把凯瑟琳打扮成法国贵族小姐的模样，打算让她在窑子里搞气氛。形形色色的客人中，一位绅士帅得很抢眼。凯瑟琳把自己的悲伤全部倾注在音乐中，伤感的旋律和欢乐的氛围显得格格不入。安德烈被琴声吸引，望着眼前这个特别的女孩，一种莫名的感觉涌上心头。安德烈得知丽娜染上了梅毒，没钱治病，善良的他拿出纸条写下一位医生的地址，让丽娜明天过来治疗。他慷慨地为丽娜请了最好的医生，并付清了所有费用。丽娜以为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意外却再一次来临了。这天恶棍又找上门来，他突然出现，把丽娜扑倒在床，丽娜被吓得连连后退。丧心病狂的恶棍直接拔出藏在拐杖里的匕首，一声惨叫引起了凯瑟琳的注意，她迅速跑回房间，却只看见丽娜已经惨死在床上。
娜塔莉在拉扯中摔下了楼。胖婶听到消息马上赶过来，听了听奈塔莉还有心跳，万幸只是昏迷了过去。格里莎在奈塔莉床前祈求着原谅，并承诺自己一定会戒掉鸦片。惊魂未定的奈塔莉只想让格里莎赶紧出去，让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卧床一天的奈塔莉想了很多，毕竟是自己最深爱的人，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刻依然历历在目。她相信丈夫那天脸上的笑容也一定不是假的。她把格里莎叫到床前，我们是夫妻，发过誓要永远在一起，我依然爱你。她决定原谅格里莎，两人深情拥抱在一起。侍女却注意到奈塔莉被血染红的裙子。格里莎焦急万分找来医生，医生诊断过后却告诉她，娜塔莉流产了。更坏的消息是她以后都无法生育了。另一边，老板娘今天要卖出凯瑟琳的第一次，她今天被打扮得像个洋娃娃，怕她不配合，老板娘还在她喝的水里偷偷下了迷药。变态的法国富商走进凯瑟琳房间，凯瑟琳想逃跑，却感觉越来越头晕。富商玩的是真变态，他在凯瑟琳嘴上涂满巧克力，凯瑟琳奋力想挣脱，却被富商拉回来扔在床上。凯瑟琳拿起手边的娃娃，用尽全身力气把富商砸晕了过去。慌忙跑出门，却正好撞在了路过的安德烈身上。他祈求安德烈帮帮自己。安德烈告诉富商，如果女孩不愿意，就不要勉强了，人不是用来卖的。愤怒的富商还想纠缠，安德烈却直接一拳把他打趴下了。安德烈找到老板娘，希望她放了凯瑟琳，他不愿意留在这里，不要毁了她的生活，自己可以帮凯瑟琳赎身。老板娘答应了下来，她把推荐信还给了凯瑟琳，告诉她安德烈帮她交了赎金，现在她是自由人了。凯瑟琳根据卷毛的介绍信来到州长家，州长夫人叶莲娜打开介绍信，立刻叫管家把凯瑟琳带进来。偌大的府邸富丽堂皇，平易近人的州长夫人让这个刚从地狱逃出来的女人有点不知所措。凯瑟琳刚坐下，叶莲娜眼眶就湿润了，她开始关切地和凯瑟琳打听卷毛的近况，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话锋一转，又开始聊起了家庭教师的问题。在简单了解了凯瑟琳的情况之后，当即就录用了她。凯瑟琳喜极而泣，生活终于好起来了。然而格里莎却还是没有对她放手。娜塔莉父亲在报纸上看到格里莎悬赏5000卢布找凯瑟琳的消息，他立刻坐上马车来格里莎家。娜塔莉不想让父亲看到自己憔悴的模样，她强打起精神下了床。气愤的父亲找到格里莎，质问他抵押房产买下利迪亚庄园，是不是想成为新主人之后名正言顺地找回自己的奴隶凯瑟琳，把她当成金丝雀养起来。格里莎却还在狡辩，然而两人的对话已经被门外的奈塔莉听得一清二楚。娜塔莉走进来，拿起报纸，才发现原来父亲说的全都是真的。娜塔莉自从回到娘家就郁郁寡欢，整天以泪洗面，连嫁妆也被格里莎退了回来。父亲看到女儿这样心疼万分，他想带女儿去意大利散散心。然而心灰意冷的奈塔莉对什么都没有了兴致。她向父亲提出自己想去修道院做修女，找寻内心的宁静。父亲严辞拒绝了她，但是铁了心的奈塔莉还是在第二天就来到了修道院。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看着眼前的教堂，她终于露出了一抹久违的微笑。而此时格里莎却天天忙着找凯瑟琳。这天她收到一封基辅的来信，信中人表示自己在基辅见到过她要找的人。格里莎当天就赶去了基辅，准备在酒店住下时，居然碰到了自己的战友。战友告诉她，最近州长家将举行慈善晚会，他邀请瘸子一起参加。瘸子表示这种机会当然得去混个脸熟，当即就答应了下来。凯瑟琳第一天做家庭教师就要被辞退，州长完全不信任这个来历不明的女人。凯瑟琳支支吾吾不敢表明自己的身份，幸好州长夫人求情才将她留了下来。凯瑟琳不愿意再欺骗善良的夫人，向夫人坦白了自己是个逃跑的奴隶。夫人却表示她可以放心待在这里，没有人会知道这个秘密，还羡慕她比自己的生活更加自由。凯瑟琳无法理解，然而有时候社会的传统和法律却比农奴制的枷锁更加可怕，它让人失去了爱的能力。这时凯瑟琳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卷毛的到来让夫人眼中放出了光芒，空气中满满的都是暧昧的气息。原来两人曾是一对恋人，凯瑟琳还没有丝毫察觉。州长家的家庭晚会上，安德烈也来了，他和州长一家是熟识了。凯瑟琳带着小少爷给大家表演节目，他一眼就认出了安德烈。安德烈看着眼前的女人，着实没想到窑子一别，居然会在这里见到她。他找到凯瑟琳，问她来这里干什么。凯瑟琳表示自己在这里做家庭教师，然而安德烈却让她立即离开。凯瑟琳很不理解为什么，原来安德烈是小少爷的教父，他不允许一个风尘女待在自己的孩子身边。凯瑟琳很想解释，但是安德烈态度坚决，如果不马上离开，他将向州长揭发他的身份。凯瑟琳却表示，你对我的过去一无所知，凭什么对我妄下判断？安德烈想拿钱出来作为凯瑟琳离开的补偿，凯瑟琳被激怒了，
你还真拿我当小姐？你怎么不去问问老板娘我是怎么到窑子去的？”安德烈找到老板娘，老板娘告诉他自己是在路上捡到凯瑟琳的，并不是他自愿的。安德烈这才发现是自己误会了凯瑟琳。老板娘还告诉他自己从丽娜那里听说她有个未婚夫叫阿列克谢。听到这个名字，勾起了安德烈的回忆，原来正是那个想要预支货款赎出凯瑟琳的男人。误会终于得到解除，安德烈向凯瑟琳询问阿列克谢的近况，凯瑟琳眼含泪水说他已经死了。安德烈对他的遭遇感到惋惜，表示自己可以理解他的痛苦。凯瑟琳却觉得他很可笑，你是一个吃得饱穿得暖的贵族，哪里可以体会到低贱农奴的痛苦？你有没有被鞭笞殴打过？有没有被当牲口买卖过？你对奴隶了解多少？凭什么说感同身受？凯瑟琳情绪激动，安德烈没有反驳，凯瑟琳却从叶莲娜那里了解到，原来安德烈曾和自己一样是一名奴隶，同样也受尽了生活的折磨，但是他从来没有屈服，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但是当他衣锦还乡的时候，却发现父母和姐姐都过世了。正是这段奴隶的经历，让他更懂得帮助穷苦人。听完这一席话，凯瑟琳才发现自己完全误会了安德烈。他借着慈善晚会的机会向安德烈真诚道歉，安德烈也大方接受了，一曲作罢。突然出现的贵族女人名叫奥娃，她是安德烈事业上的合作伙伴，也是一位女权的倡导者。她主动邀请安迪和自己共舞一曲，大胆的行为引起了舞会上的窃窃私语。然而安迪却很佩服她率真的性格。州长让凯瑟琳帮忙找一下夫人。凯瑟琳刚走下楼，居然看到了格里莎，她刚想追上去，这时候腿疼的老毛病犯了。凯瑟琳被吓得赶紧躲回了房间，她连忙收拾东西想要逃离这里。卷毛找到她，帮她想了个办法，他请求安德烈把凯瑟琳先带回他家避几天。安德烈是出了名的大善人，他欣然同意了。晚上，安德烈独自摆弄着自己的费奈奇迹，正好凯瑟琳跑过来跟他谈事情。安德烈饶有兴致地邀请他看动画。昏黄的灯光下，两人看着墙壁上闪过的一幅幅精美的画面，喜不自胜。两人的眼睛情不自禁地望向对方，凯瑟琳却发现安德烈身上着火了，两人手忙脚乱开始灭火，终于是把火扑灭了。安德烈慢慢靠近凯瑟琳，有种奇怪的感觉涌上心头，他们居然拥吻在一起了。安德烈为自己鲁莽的行为道歉，凯瑟琳却哭着跑开了。格里莎醒来问起叶莲娜有没有见过一个穿浅蓝色连衣裙、身材瘦小的女孩。叶莲娜已经从凯瑟琳口中得知眼前的人就是一直在寻找她的瘸子，所以谎称这里没有她要找的人。瘸子也只好悻悻地离开。卷毛一直怀疑是格里莎杀了阿列克谢，因为阿列克谢知道了他在战场上的丑事。他来基辅的2个月就是为了调查这件事。他找到格里莎的那个混蛋战友，从他口中得知了阿列克谢说的都是真的，确实是格里莎自己朝腿上开了一枪，只需要取出腿中的俄罗斯弹壳就能证明。今天安德烈为凯瑟琳买了一身新衣服，一顶带有头纱的帽子和一件漂亮的大衣。凯瑟琳不明白他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好。安德烈表示这样你出门就不会被认出来了。安德烈问他想去哪里，凯瑟琳表示自己想去安德烈最喜欢的地方。他没想到这个地方居然是专门为穷人们打造的医院。本来以为凯瑟琳会觉得无聊，没想到凯瑟琳却觉得他很伟大，自己也希望能像他一样帮助更多的人。安德烈带他来见正在建造医院的小机械师，没想到正是格里莎家里的一名仆人。机械师以为自己见到鬼了，连忙在胸前画个十字架。安德烈马上警告他，千万不要把凯瑟琳活着的消息透露出去。善良的机械师答应了他，笑嘻嘻地走过去和凯瑟琳拥抱在一起，询问他为什么在基辅。机械师告诉他是为了拍卖自己的产品，挣够500卢布就可以回去赎身了。然而两人回到家，却还是被不请自来的奥娃发现了。他立即提醒安德烈，私藏逃犯可是违法的。然而安德烈却表示自己也曾是奴隶，这不影响我继续跟他交往。奥娃急了，怎么办？霸王硬上弓呗。当晚就来到安德烈房间，和他坦诚相见。安德烈回到房间，看到眼前赤身裸体的奥娃，吓得赶紧找了件毯子先把他包裹起来。安德烈让奥娃趁没人发现赶紧离开，就当他没来过。然而楼下吵闹的声音注定这是个不平凡的夜晚。奥娃父亲气冲冲地跑过来要人，质问他把自己女儿藏到了哪里。奥娃走出来表示自己太爱安德烈了，都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气愤的父亲说他夜不归宿，不知廉耻，不仅玷污了自己，还玷污了家族名声。安德烈经过一番思想挣扎，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这些话却被门后的凯瑟琳听得一清二楚。就在刚刚，2个相爱的人终于袒露心扉，约定好要永远在一起。没想到爱情走得太快，就像龙卷风。凯瑟琳缩回房间，疯狂地发泄着满心的委屈。她的心和花瓶一起碎了。万念俱灰的她找到安德烈，简单告别之后，决定独自前往苏黎世学医。订婚当晚，热闹的宴席难掩安德烈脸上的失落。他把奥娃叫到一边，表示自己不爱他，
娶她只是为了保全她的名誉，不要再有其他指望。奥娃承诺自己以后一定是个好妻子，希望她可以试着慢慢接受自己。然而安德烈心中却只有一个凯瑟琳，他此刻正准备前往苏黎世，接他的马车已经早早等在路边。安德烈的姨妈刚送走凯瑟琳，回到家进来一名车夫，这才发现刚刚的人是冒充车夫把凯瑟琳绑架了。消息传到安德烈耳朵里，他当即就表示自己有急事需要马上离开，让奥娃编个理由糊弄宾客们。订婚派对上竟然直接丢下准新娘就跑了。安德烈情绪激动地找到小机械师，以为是他违背诺言泄露了凯瑟琳的消息。无辜的小机械师脸上写满了冤枉。原来私家侦探帮奥娃调查男神身边的女人时，意外发现凯瑟琳正是格里莎悬赏5000卢布要找的人。此时凯瑟琳已经在去往格里莎庄园的路上了。刚从基辅回到家的格里莎腿疼得越来越厉害，朋友给他带来一个神棍，说是能帮他治腿伤。擅长察言观色的神棍三言两语居然把瘸子忽悠得一愣一愣的，当即就把他留下来。一群人天天在家里跳大神，瘸子不仅让这群人住在家里骗吃骗喝，还把所有的财产都交给了神棍老头打理。娜塔莉在修道院虔诚祈祷了3个月，今天她终于回来了。父亲说她变了，变得比以前更加成熟了。娜塔莉原谅格里莎了，依然想回到他身边。父亲虽然很反对，但是也拦不住自己的宝贝女儿。然而奈塔莉回到家，却看见神棍在书房鬼鬼祟祟，质问他是什么人。神棍又开始忽悠，说自己是瘸子的精神导师，可以帮他摆脱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半信半疑的奈塔莉看到虔诚祈祷的瘸子之后，开始相信神棍说的话。为了不打扰瘸子治疗，娜塔莉决定先离开这里。心如明镜的胖婶见瘸子被忽悠的不轻，实在看不下去了，好心来提醒他。胖婶告诉他，你要是不赶走这群神棍，我也不照顾你了，我马上就离开。入戏太深的瘸子却当他放了个屁。然而正当胖婶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却听到了一个消息，凯瑟琳几番辗转，居然又被抓到瘸子身边了。瘸子让凯瑟琳读母亲最爱的书给他听，凯瑟琳不可置信地接过书。不得不说，瘸子也是个可怜人了。母亲离世了，父亲带着情妇定居巴黎了，妻子流产后也不在自己身边了。这时瘸子听到仆人说有个叫安德烈的人来找自己，听到这个名字，凯瑟琳万分惊喜。安德烈得知瘸子抵押房产之后，银行的利息很久都还不上了，庄园即将被拍卖，表示自己可以帮助他，条件是希望瘸子可以还凯瑟琳自由。瘸子的执念太深了，听说要把凯瑟琳从身边带走，情绪激动，表示绝对不答应。瘸子油盐不进，安德烈只好找好友卷毛想办法。卷毛却担心他和阿列克谢一样被谋杀，提醒他提防瘸子，他是个危险人物。不巧这段谈话被奈塔莉听到，他情绪激动地告诉弟弟，你一直讨厌他，他脾气暴躁，有很多恶习，但是绝对不可能杀人。卷毛虽然不想让姐姐伤心，但是也希望她理智一点。娜塔莉却丝毫不允许丈夫的名声被玷污，两人的谈话就这样不欢而散。就在同一天，瘸子收到了法院的传票，提出诉讼的正是自己的小舅子卷毛。瘸子神色凝重地走进法庭，娜塔莉关切地跑过来表示自己相信他，瘸子却不耐烦地让他走远点。然而卷毛话还没说2句，瘸子就犯病晕了过去。由于腿伤恶化，军医建议立即手术取出子弹。娜塔莉祈求医生救救自己的丈夫。手术结束，卷毛告诉军医，好好保管子弹，千万不要交给格里莎。娜塔莉来看望手术后的格里莎，气愤的瘸子却只想拿回那颗决定自己命运的子弹。又到了庭审的日子，卷毛爆出格里莎是战场逃兵的丑闻，同时更是杀害军官阿列克谢的凶手。贵族们完全不敢相信，阿列克谢母亲也希望他拿出证据，子弹上的额纹可以证明他是自己打瘸自己的腿的。至于谋杀，更是有目击证人，正是当天案发现场外的老农奴。阿列克谢母亲终于得知了儿子不是自杀。证据确凿，瘸子没有反驳。直到这一刻，娜塔莉仍然不敢相信。格里莎失魂落魄地回到家，最后看了一眼凯瑟琳的画像，她决定和这个世界做个了结，结束短暂的一生。她跪在母亲的画像前，绝望地扣动了扳机。娜塔莉重新走进修道院，决定用余生帮格里莎忏悔。从此世上再也没有娜塔莉，只有一个虔诚忏悔的格里莎。格里莎庄园最终因为无力偿还银行利息被拍卖，农奴们诚惶诚恐地聚集在大厅内，准备迎接自己的新主人。在那个时代，他们的身价甚至不如一头牲口，只有不断被买卖的命运。就在大家焦急而惶恐的等待中，安德烈踏进了门，他宣布自己购买了庄园，但是自己不买卖人。没有什么比自由更有价值。他宣布所有人都将获得属于自己的土地，所有人都将成为自由人。众人欢呼雀跃。这次他们的命运终于可以由自己掌控。时隔半年，凯瑟琳迎来了自己的第2次婚礼。两人在一众宾客的祝福中缓缓走出教堂。门口出现的黑衣人注定了命运不会放过这个可怜的女人，更不会放过她生命里的每一个男人。